你见过地藏王菩萨的真身吗？我的身后就是九华山的护国肉身宝殿。地藏王菩萨的肉身呢，就在这座大殿的里面。那么地藏王菩萨的真身究竟是谁呢？他到底有多神秘？今天阿波呢就带你一起来了解九华山最为神圣的肉身宝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间的那块牌匾，写着护国月身宝殿。为什么是月身？因为佛家呢比较忌讳肉字，而在古代小篆体，月和肉就是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们读偏旁部首的时候，只要跟身体有关的月字旁，都应该读肉字旁。所以这里呢就用月代替了肉，但是读音上呢还是读肉，所以应该念护国肉身宝殿。在肉身宝殿大殿的中间呢，它有一座7层的佛塔。那为什么是7层啊，不是6层？咱们有一句老话叫“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”。7层的佛塔就是教内的最高等级，而浮屠就是佛塔的意思。在佛塔的下面呢，有一座3层的石塔，石塔里面据说才是地藏王菩萨的真身所在。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离肉身最近的地方，看见肉身宝殿，也祝愿大家能够见者吉祥。那地藏菩萨的真身究竟是谁呢？其实他在唐朝的时候呢，是古新罗国的一个王子，叫金乔觉，24岁渡海修行，来到九华山修行了75载，99岁圆寂。相传呢，他圆寂的时候，九华山的山林石陨，群鸟哀声。他圆寂以后，众生弟子呢就把他的肉身放在缸里面作化3年。3年之后举行开缸仪式，发现他颜面如生，骨节呢有清脆的响声，犹如金锁打开的那种声音。种种现象和佛经当中记载的地藏王菩萨转世的时候那是一模一样。再加上他的法号叫地藏，众生弟子呢就认定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，就将他供奉在一座3层的石塔里面。据说这个石塔呢，在夜里还会发出亮光，所以就把这整座山头叫做神光岭。那么宋代的时候这个石塔外面呢就建造了宝塔。到了明代的时候，宝塔的外面才建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座大殿，以殿护塔，取名肉身宝殿。那来到这里，究竟能不能看到肉身呢？其实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只能够看到那个塔了，但肉身在塔的里面。据说这个石塔60年一个甲子才会打开一次。那么上一次打开呢，据传说是在1931年，边上的香炉呢还刻着当时资助开塔的几位善男的名字，其中有2个人，一个呢叫黄金荣，一个叫杜月笙，这2个你们肯定都认识。那下一次开塔究竟是什么时候？现在呢也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。但是据说只要能够来一次九华山，要修行7辈子的福报。所以有一天你有缘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有3件事不要忘记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3支清香；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许下内心的所求所愿。地藏菩萨又叫大愿菩萨，它可以帮助一切精妙之愿。第3件事就是绕着那座大殿顺时针的方向绕3圈，因为里面是一座塔，这也叫绕塔。我现在呢就带你们也去绕3圈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大愿如愿。这就是传说当中能够让家运昌盛、8方来财、带有灵气、福气、财气、运气和骨气的9不像的神兽谛听。《西游记》当中的真假美猴王连唐僧都分不清楚，但是他一听便知真假。你看他虎头独角、犬耳龙身狮尾，还长着麒麟之足。据说摸摸谛听角，财气不会少；摸摸谛听尾，顺风又顺水。传说呢，他神通广大，能够辨别世间的善恶，不仅通人性，还知晓佛理。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面，谁都辨认不出来的真假美猴王，谛听只要把耳朵往地上一贴，就知真假。但是他情商很高，又特别呢具有智慧，看破不说破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听出谁是真正的美猴王，但是不能说，也不能够配合去擒拿他。”当时地藏王就问他这是什么情况，谛听只说了4个字：
佛法无边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当面揭穿真假美猴王，恐怕他们其中一个就会狗急跳墙。如果真打起来，天庭地府怕是不得安宁。佛法无边的意思就是只有如来佛祖才能管得了这个事，不归我管的事，我不能够插足。所以谛听不仅仅业务能力强，而且还很有智慧。那谛听到底是什么来历呢？传说呀，它是地藏王金乔觉身边的一条小白犬，因为听觉灵敏，所以取名善听。公元719年，金乔觉带着谛听翻山越岭，从古新罗国来到了九华山，在这里苦修了75年。在苦修期间，善听和金乔觉是形影相随，不离不弃，还多次帮助金乔觉躲过了灾难。金乔觉在99岁圆寂，3年之后肉身不腐，被认定为是地藏的化身，也被人们称之为金地藏。后来这只小白犬因为思念主人，不久后也在九华山离世，最终修得正果。由于谛听帮助地藏王修行，立下了不少功劳，被人们尊称为神犬，取名为谛听。它不仅是地藏王的坐骑，也是地藏王的得力助手。对面就是地藏王菩萨的铜像，这里呢就是谛听的铜像。他始终在回头望向着人们，望向着他以前修行的九华山，跟地藏王菩萨形影不离。九华山是地藏王的修行成道之地，而谛听也成为了我们安徽九华山的镇山神兽。也祝愿所有看见谛听的人都能够家运昌盛。都说菩提菩提，真正的菩提树你见过吗？这一棵呢，就是传说当中的菩提树，它也被誉为佛门的圣树。相传2500年前，佛陀呢就是在菩提树下悟透了人生的108个烦恼。大家呢可以对着菩提树打出4个字：平安健康，送给自己。有段寄语呢说得好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菩提树呢有3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特点：第一呢，叶不沾尘；第二，鸟不筑巢；第三，蜘蛛不结网。这么神奇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看看菩提树的叶子，它呢是叶如心形，叶茎肥细，而且树叶表面特别的光滑，基本都是朝下生长的，所以不沾灰尘。树叶向下生长呢，其实也代表了修行者谦卑恭敬的心灵。表面光滑是象征了心灵的光莹如镜，叶不沾尘象征了心灵的清净无染。菩提树的叶子呢，还象征着宽宏大量，因为叶子的形状呢是心形，具有博爱的含义，同时呢也表示了真诚清净的这种境界。你看一片菩提树的叶子，竟然包含了这么多人生的觉悟跟处事的态度。那么第2个特点呢，叫鸟不筑巢。有人说，是不是因为菩提树本身有问题，所以鸟不在这里筑巢呢？其实是因为它散发了一种我们人类闻不到的气味，昆虫跟鸟类不喜欢这种气味，所以呢离它很远。但是呢，它还代表了一种特性，鸟的特性就是叽叽喳喳，喜欢到处的吵闹，就像是某些人经常在背后嚼别人的舌根一样。这代表着口业的象征。口业呢大概包括2种，一种呢叫恶口，第2呢叫做妄语。所以鸟儿不在菩提树上安家，代表了内心的清净跟不造口业。我们做人呢要懂得管理好自己的嘴巴，不该说的就不说，不该传的就不传，要记住祸从口出。有些人可能还会问呀，那这菩提树到底结不结菩提子？是不是这种树上长出来的？其实菩提树呢，大家都误会了，它有几十种之多，什么星月菩提、凤眼菩提、金刚菩提等等。而且这种菩提树它是不结籽的，菩提子也不一定就是菩提树上结出来的。那么菩提树还有第3个特点，蜘蛛不结网。你们看，整棵树上基本上是找不到一根蜘蛛网。那么为什么蜘蛛不在上面结网呢？如果有知道的，评论区咱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。